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10年前后的赵丽颖，明明长相一点没变，但总觉得她不一样了。有些人明明长相各方面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他人看来总觉得她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就出现在了赵丽颖的身上。从赵丽颖出道开始到现在，有人将她本人10年间的变化拼在了一起，与10年前的赵丽颖相比，明明赵丽颖本人的长相一点儿都没有变，但是总会觉得她整个人哪里都不一样了。其实抛开赵丽颖的长相不说，赵丽颖本人在10年间的变化当中，最大的变化便是来源于她本人衣着的变化以及她本人妆容的变化。如果我们普通人可以学习到赵丽颖这种隐秘之间的变化的话，本期文章便从赵丽颖的10年间变化入手，为大家仔细拆解一下如何在穿搭和妆容之间进行变化，让自己在悄悄中发生变化。妆容以及服装之中的变化，减少粉嫩色系，转变颜色高级感。对于一整套穿搭来讲，服装的核心在于款式，但是服装的灵魂一定是在于色彩。从赵丽颖的服装穿搭变化中便能够感觉到，从年轻时期的青涩稚嫩的穿搭到最近成熟稳重，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便是色彩。年轻时期的赵丽颖非常偏爱一些嫩粉色、纯白色或者是蕾丝红色等相对比较稚嫩的颜色，不经过任何中间颜色调和的原生态颜色会给人一种青涩与稚嫩的感觉。再加上当时的赵丽颖还不具备强大的气场，所以服装基本撑不起来。但是成熟之后的赵丽颖会更加喜欢香槟色、灰黑色、香芋紫等有灰调或者是白调调和过后的颜色，这类型的颜色会更加柔和，表现力也会更足一些。这也告诉我们，在日常选择服装的时候，我们对于服装颜色的认知也还是要将重点放在复合型的颜色之上，有其他色调进行调和的颜色会更加适合大多数女生一些，并且在变现力上也要比纯色的表现力更大一些，出错的几率会小很多。服装质感来源于服装面料，颜色是服装的灵魂，而布料一定是一款服装的核心所在。布料质感的好坏很容易会直接影响到服装穿搭的风格偏向和给人的视觉效果体验。所以我们在搭配衣料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只关注服装的款式和颜色，对于面料质感的把控也要做到位。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布料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其次便是服装面料的亲肤程度。赵丽颖年轻时候所穿着的服装，要么是镂空的蕾丝面料，要么是没有层次和垂感的轻纱面料。这些面料从视觉效果上便给人一种很廉价的效果，而成熟之后的赵丽颖服装面料也更加多元化，并且有质感一些。与镂空蕾丝相比，印花棉布面料不仅仅在亲肤程度上要更加优越一些，并且在视觉效果上也更有风味一些。而与轻纱面料相比，有层次并且有立体效果的凹根纱面料则更能够带给服装高级感。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穿搭变得更加高级？款式从非主流变得简约高级。赵丽颖的穿搭之所以会在后来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是因为她的穿搭摒弃掉了一些土味时尚，变得高级且简约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从一个暴发户一般的土妞变成了一个富家千金一般，气场和气质发生了质一般的变化。所以我们在穿搭的过程中，一定不要选择一些土味时尚过多的服装款式，比如肉色打底搭配上红色的镂空，以及过于与身材不符合的款式，让服装款式真正的做到为自己服务，为自己的身材服务。在服装款式的具体穿搭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强调服装的元素堆叠，往往是最简单的款式最能够彰显出绝佳的气场，也能够有简约的高级效果。妆容以自身为主，不再追求潮流。追求潮流没有错，但是错在对于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潮流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执着，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非常容易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使得很多人明明有着惊艳的长相，却偏偏泯然于众人。
年轻时期的赵丽颖也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盲目追求不适合自己的妆容，使得整个人非常像是精神小妹。但是随着妆容的改变，弯弯的柳叶眉取代了平直的一字眉，娇嫩的嘴唇换成了有气质的裸色口红，使得赵丽颖本人都跟着发生了变化。同样一个人，虽然长相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仅只是妆容的变化就足以让整个人的气场发生改变。每个人都在成长，而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身心也都会发生变化，反映到我们的身上，便是属于将潮流变为适合自己，也是从千篇一律走向讨好自己。这是属于赵丽颖的变化，也应当是属于每一个女生的变化。